又一男演员塌房，他用88个人的人生，56条人命，换取1400万，过着奢靡的生活。如果不是其欺诈手段之恶劣，骗取金额之大，或许没有人会想起他。他就是曾经参演过台湾电影《角头》的黑帮头目李某豪。电影《角头》讲述的是当地帮派之间的角逐，为了抢地盘、争权夺利，打架斗殴，拼个你死我活。有人在打斗中消磨自己的人生，而有人行至半程，却幡然醒悟，重归正途。而当时李某豪正混迹江湖，为了真实还原黑社会的生活，导演特意找到他本色出演。可惜电影没有爆火，李某豪的演艺之路也到此为止。拍完电影后，他依然回去当他的小混混，只不过他把电影里的帮派组织延续到了现实。回归现实生活的李某豪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团伙，只不过他们不再屑于收保护费这种小钱，而是紧跟时代步伐，把目标瞄向更大的生意。随着近几年海外电信诈骗案的猖獗，李某豪似乎也嗅到了金钱的味道，他便开始与柬埔寨电信诈骗集团勾结，并利用演员的身份进行诈骗。他利用社交平台刊登一些高额薪资、工作轻松的海外招聘广告，并承诺协助清偿小额债务等内容，诱骗失业、高额负债等人群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对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蛊惑道：这里赚钱很难，到柬埔寨就很容易，而且像那些怀揣明星梦的女孩们，承诺到国外就能拍戏出名。就这样，在他精心设计的谎言下，短短3个月里就有88人离乡背井，跟随他来到那个充满希望、实现梦想的地方。然而来到异国他乡，真的就能如愿以偿，就有高薪工作了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这些人来到柬埔寨后，如同电影所演，失去了人身自由，护照、手机被没收，蒙面带到诈骗园区，强迫从事电信诈骗。倘若不顺从，便是一阵毒打，或关进小黑屋，不给食物，甚至再转卖到下一个园区。就这样，李某豪等9人利用诈骗、人口贩卖，短短数月获利上千万，赚得盆满钵满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常在河边走，总有湿鞋的时候。由于和他一起前往柬埔寨淘金的这88位受害者，起初还偶尔与家人联系，但没几个月就音讯全无，当地家人便报了警。在警方和当地政府的协助下，将李某豪顺利抓获。同时从犯罪集团里，警方救出了32个人，而其余的56人都被活活折磨致死。而救出来的人中，除了身体遍布创伤外，更严重的是心理的阴影。李某豪被捕后，尽管他为了自己的清誉狡辩抵赖，但在法治社会之下，证据面前，他难逃罪责。去年4月，李某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然而对于法院的判定，李某豪认为判得太重，申请上诉。之后经过1年的审理，于本月初终审判决，驳回李某豪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最终等待恶魔李某豪的是18年的铁窗生活。固然李某豪的下场纯属咎由自取，为了快速报复满足私欲，他把魔爪伸向受害者，最终也毁了自己。然而更令人痛惜的是那些受害者，他们本该有非凡的人生，却陷入欲望的陷阱，最终前程自毁。这让我想起电影《孤注一掷》中主角潘生和梁安娜。潘生原本是一家 IT 公司技术骨干，拥有高学历的他，性格内向，专业突出，在公司升职受挫后便裸辞离开。随后看到一则国外游戏公司高薪招聘，便跟随犯罪集团来到境外，被迫参与电信诈骗。另一女主角安娜原本是模特出身，但因一次意外丢了工作，没有了收入，再加上视赌如命的母亲，让她急需一笔钱解决家中困境。最终在闺蜜的引诱下，被骗到了缅北，进入诈骗集团。潘生与安娜2人看似不同背景，但都因贪心而殊途同归，被骗进入诈骗集团，进而在犯罪者暴力下受尽身心折磨，由受骗者变成行骗者。这让我想起影片中一句经典：人有2颗心，一颗是贪心，一颗是不甘心。
寥寥数语却道尽了受骗与行骗的根本原因。因为贪念心生妄求，最终失去理智堕入深渊；因为不甘企图扳本，最终失去本心输了自己。然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只会掉铁饼。越是追求一步登天快速致富，越是摔得鼻青脸肿。因此作为普通人的我们，与其整天想着走捷径拿高薪，不如脚踏实地潜心学习，如此才能立足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，行稳致远。